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琳。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我们的节目持续稳定的成长当中哦。其实我们之前哦有几个这个收看的平台哦，也给我们一些讯息说，哇，我们在这个港澳的地方的收视哦，基本上都在前几名哦。那甚至在其他地方的华人的一些收视的部分也非常的好，当然也包含我们自己在台湾录影呢，也有许多台湾朋友的支持，所以非常棒。我们自己真的也是以华人地区哦以华语的这个所谓的政论节目我们要拼到第一哦，作为自己的自诩哦，的确有许多朋友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鼓励哦，当然还有很多要再加油。但你可以想象，我们用那么低的成本哦。然后可以邀请到这么多的来宾，然后可以来在这个节目当中来做一些评论。如果有些在品质啊、字幕啊相对应的部分不大理想的部分，也让我们知道，成为我们很重要的监测员，给我们一些更好的一些指教。那我们可以让我们节目做得更好。当然，我们还是会朝向这个华人华语最棒的政论节目目标来做努力哦。那美中的这个关系，我们看到，尤其在3月20号在阿拉斯加的会谈之后，我们看起来有点吓到了。原来以为这个棋手是总是先礼后兵，没想到这个剑拔弩张哦，这个相互训斥哦，相互指责哦，甚至一方抱怨说你怎么只给我吃泡面哦，那引起非常多的讨论，甚至中国内部也硬起来了。从过往这个有软硬兼施或者有黑脸白脸的部分，看起来全部都变蟑螂哦，那全部都不怕，然后硬到底哦。这个大家会说，难道美中透过这次会谈之后是准备全面的开战了吗？针对任何的议题都开始要变成是敌对把它视为这个最重要的威胁对象来走吗？这个我想值得我们好好来观察。这次在美中的会谈之后，到底有哪些的内容跟后续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个效益？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这个最重量级的评论员哦，我们明居正老师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明老师跟大家问候一下。明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老师，我想一开始我们就提到说，这次会晤我本来想说，就算是演吧，形式上难得第一次美中最高的官员哦，一个这种布林肯，然后跟对方的杨洁篪啊，包含这个王毅啊，这看起来是真的是一个算高峰会哦，但看起来的结果大家都以这个不是非常理想的结果来做收场哦。那气氛当然非常的糟哦。那过了几天之后，当然也引发一些效益的一些讨论了。老师你怎么看待呢？这个事情，我想大家之前就非常关注嘛，因为这毕竟是经过了川普的4年了，然后这几年的贸易战呢，双方关系紧绷啊等等，大家都说会不会好转什么等等。我记得我们过去节目上我讲过一件事情，我说看来呢，好像之前呢双方都在布局，尤其美方呢布局布的看起来比较周密。我们不是讲过吗？布林肯在确定任命之后，人家问他说：“你准备怎么处理外交问题？”他说：“我们当然面对中共这个很大的挑战，当然他说是挑战，是一个竞争对手，没说是敌人。然后我们面对这挑战。他们在面对挑战之前，我想你一定还记得，洪林兄，他说我们要先跟盟友去商量，然后我们达成共识之后呢，我们再来跟他谈。这话当时我们就说：好，你这样说不错啊，看你怎么做。”好，那果不其然，就是他先跟欧洲一些国家交换了意见什么的，然后呢，接着就跟开4方会谈。4方会谈之后呢，还宣布要到日本跟南韩，而不到中国大陆去。这个就已经很奇怪了。所以到日本、南韩，然后后来还宣布说，好，在回程的时候在阿拉斯加去见杨洁篪跟这个王毅，结果中共也去了。这个当然也有点惊讶。照理说这是一个不很礼貌的一个姿态，那中国人去了，比方说，所以当时我们说中共有求于美国的多，美国有求于中共的少。一方面是2个国家国力的差距，二方面就是因为这个川普的政府呢，在最后几年贸易战当中，乃至对中共的全面的这个制裁各方面当中呢，他已经把这阵势铺好了。所以对拜登来说，他只要不改动任何东西，他躺在川普的前政策遗产上面，他就有很大的谈判空间。我们讲过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说美国比较好整以暇。
那么除了好整以暇之外，他做了那些安排，就联络盟友啦，慢慢建立共识啦，然后最后呢，在行前一两天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布林肯不是跟那个国防部长奥斯汀是，然后发了一篇文章说，哎，我们要做什么什么吗？我们对中共有什么什么不满吗？等于是把他对中共不满的清单列出来了。那是第一个。第二呢，行前他就宣布说，哎，我要制裁大陆跟香港的官员，一共24人。当然有些是前面其实川普已经制裁，他只把重新摆在名单上面去，新加的人没有太多，但这个本身就是个姿态。所以当时我们就是这看起来呢，气氛可能不会很好，那就要看中共愿意委曲求全到什么地步。如果中共不愿意委曲求全的话，那这个会呢开起来大概会是剑拔弩张。那后来最后结果果然是后面一个。当然，这个事情出来也几天了，然后这个各方面节目评论讨论很多。不过除了这些评论之外呢，我要看到几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在比较深谈的。第一个就是我还是看见，就中共对整个事情啊有个比较大的误判。是。第二呢，中共很明确的否定普世价值。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经过这次之后呢，中美的战略信任呢破坏得非常严重。第四个呢，就是大家都看到了，中共方面的高阶代表呢表现出来的义和团的作风，这些作风以前是比较低层，现在几乎到了最高层了啊。这第四个我们看到的。第五个呢，我们过去跟大家讲，我们说中共向来是个认利不认理的家伙，就我只认实力啊，我不跟你讲道理。那么这次也明显表现出来，但是好像谈到人不太多，所以这5点我觉得呢比较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这当然谈到中共的误判哦，可能很多中共应该跳脚说我们这么优秀，我们怎么会误判？美国早就在我们掌握之中，搞不好有人说不，你讲错，明老师，这哪有误判？我们就是掌握了很多这个拜登的把柄，他儿子在我们做生意，所以我大声是因为他也不敢回呛我，是吗？到底老师为什么认为他会误判？他的误判大概准确说分成2个方面，一个是中共对自己国内情势的误判，一个是对国际情势的误判。我先谈国内情势。武汉肺炎爆发到现在1年多，然后中共那地方呢，其实情况很严重，但是呢，因为是一党专政的独裁国家，所以它可以严密控制。它不但可以控制疫情，它控制消息的流通。所以当大家不知道这个实情如何的时候，它用很残酷的办法，用不人道的办法把它停下来呢，这在民主国家是做不到的。所以当他认为说我对这么严重的疫情都能控制成这个样子，那比如说，那我这个统治能力非常强的。第二呢，当我控制疫情之后呢，经济好像恢复的速度比我想象中要快，虽然还没有他期望中那么好，但比他想象中要好。当然，我过去讲，我说中共对外贸依赖非常重，所以即便国内经济可以恢复，但如果说外国的经济没有恢复的话，那么贸易不太顺畅的话，中共的经济实力还是打很大折扣。但中共看另外一件事情，他看两边这经济实力的对比。我们原来是有这样差距，现在呢，你掉下很多，我爬上了一点点，我们差距就小很多。所以他是这样看问题的。所以他看到经济恢复的速度呢，相对来说比别的国家快，尤其比欧美这个国家要来得快的时候，他陡然之间对自己有了很大的信心啊。这第一层对国内的部分。第二，国际方面呢，除了刚刚讲说疫情变化之外，我记得我们过去节目上讲过一件事情，我们说习近平几个月前呢讲了一段话，他大概有2个意思。一个叫做这个东强西弱，就东方开始强起来了，西方开始弱，相对比较弱了，这是一个比较静态的描述。那么同样的意思还有一个动态的描述，我们过去讲过，叫东升西降，就是我刚刚比的这个手势。东方现在慢慢升上来了，西方现在慢慢降下来了，差距缩小了。可能东方还没有完全追平，也没有超过，但是呢，当觉得说差距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认为我可以突袭，或者我可以强，我可以勉强试试看，这种情况过去日本就试过，日本在打甲午战争的时候呢，他评估在满清呢是比他强，但是它可以产生局部优势啊，我再说一次局部优势。当他计算完说这局部优势我真的能掌握的时候，我就可以拼一下，就他一战而胜。
好，打完了。10年之后呢，他去打俄国，面临同样的问题，他算说有没有局部优势？后来算了之后，他说或许有，所以我们要拼一下。所以2次拼赢之后，日本说我们可以拼国运，这是很大胆的话啊。打满清拼国运赢了，打俄国拼国运赢了。1941年第3次去拼国运去打美国，那第3次输掉了。所以我们过去讲，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观点。当中共现在进入了类似情境，他认为说，第一，东强西弱；第二，东升西降。虽然你们可能还比我强一点点，但当这差距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敢冒险，因为我可以把我的社会内部控制非常严密，但你做不到。所以这么一来呢，我有机会。这个大家不要小看他这句话，这是个很重要的战略分析，这说明了他怎么看世界，怎么看人我关系，怎么样对比。这个信念一旦确定之后，下一步就是要不要有具体行动了啊！所以这国际上第一个，对他来说，他认为最鼓舞的就是美国这次受到的疫情打击呢，比他想象中要严重。第一，人口损伤非常严重。美国现在人口的因为病了这段时间死亡呢50几万人。50几万是什么概念呢？美国在第2次大战死亡45万。在韩战、越战呢，各死亡几万，加起来呢是50万出头。这次疫情呢是50几万，对美国来说这是很大的打击，对中共来说这看起来是个很好的机会。第一，人口的损伤；第二呢，经济方面呢，我们刚刚说了，东升西降跟东强西弱，代表说你摔下去摔得比我惨，我们都摔了，但你摔得比我惨。第二呢，我爬上来一点点，看来你还没爬上来，所以你的 GDP 滑下来了，我很明显看到；生产力滑下来，我很明显看到；你的金融呢，你不断的发大钱，发1.9兆、发4兆什么等等，那表示说呢，其实你的经济跟金融是有危险的，这样就造成重大的国家财政赤字。美国唯一好处就是大家相信它的经济实力，所以这样子它还能承受住，而且它就算发债券，大家愿意去买，等于大家去撑它。不过中国认为说，其实你已经掏空的蛮严重了啊，这个经济的部分。第二，美国的社会我们过去讲过，第一，你经济这么打击这么严重，你失业很严重。第二呢，你的黑白问题起来了。第三呢，左右对抗我们过去讲过严重了。第四，上下对抗严重了，这些呢都使得社会动乱。中共的看法就是，如果我经济还算不错，任何一个社会啊，经济如果还不错，社会控制很好，然后政治亲民，然后军事都掌握的话呢，那这个国家我是不能打的，这个国家我不能随便碰。所以当你这些问题都发生之后，这个国家我可以碰，更何况你是我的主要对手，更何况在你的国内呢，我跟你们的左派呢是有关系的，甚至我们是有配合行动的。所以对中国来说，美国社会呢，我可以渗透，可以介入，可以破坏。那么到时真正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说不定还有内应。他当年就这样搞垮国民党的。他在这个中国的社会上面也好，有很多左倾的知识分子帮助他，在国民党里面有很多内应帮助他，所以他们说我可以搞垮国民党。最后呢，几年之内搞垮了。现在他对美国呢故技重生，认为说差不多了。好，那下一步就是军事方面。如果说美军呢因为染疫而在航空母舰回航，最后呢在航母的回航过程当中呢，这个国防部就要说你还不能回来，就他抗命他回航。从中共看起来，这就是你军队指挥开始不灵的现象。所以如果说下一个航母或者下一个甚至印太司令有类似情况的话，那说不定你就不能打仗。所以对中国来说，我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绝对不会抗命，抗命我就枪毙就解决问题了。好，那你会出现这个问题呢？代表说其实你是有弱点的。好，最后就政党恶斗。所以当这几点加起来，所以中共的逻辑就是，你看我用一党专政的方式，把我内部呢严密的控制、严密的掌握在手上，而你掌握不了。所以我现在就等你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可以出手。所以我刚刚讲说，这个不管误判也好什么呢，这个国内跟国外呢，他的确有这个看法。那我们为什么认为他是误判呢？因为中共是用他逻辑看问题。
在别的社会里面，在中国大陆社会里面，如果有这么多上街游行啊，那就很危险了。对中共来说啊，那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一定要控制好，让不能有人上街。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上街嘛，走一走嘛，日常嘛，对吧？你一句话就说完了，日常。因为上街完了，游行完了，激情过去了，礼拜一大家还去上班了嘛，就这样子。所以他们用他们逻辑看人家的时候呢，就看出偏差来。所以我说误判呢来自这里。对，的确，台湾几次我们对于津津乐道，不能在华人世界里面，我们作为厚了脸皮说是一个民主的典范，是我们经过几次的政党轮替哦。很重要的是没有流血哦，也就是说，刚刚明老师讲的，在街头日常骂完，然后批评完，然后最终没有人因此如何，就是说。就正常这样，当然你说有没有新的什么？有人进精神病院了，有人可能这没办法。但除此之外，大体上我们刚刚讲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况在走。那这个大概也是我们刚刚老师会说中共会误判的很主要的原因。不过前面他提到有几个重点是，这也知道中共真的无所不用其极在渗透民主国家，利用它去打击。老师刚才提到，我比较忧心的是，很多人都提醒台湾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内部没有这个共识。的共识，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恐怖的部分哦。那当然，从这会谈里面，老师刚刚谈到第二点很重要的部分是，当然他就否定普世价值，也就是我们遵循的民主这些自由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哦。那老师你怎么看待他？为什么会觉得他们这部分又更强调的去否定这个我们普世的价值？对，我们刚刚不是讲了，我们说在开会前呢，其实美方呢已经多次讲，他说我们现在比较关心什么呢？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跟澳洲问题。那为什么澳洲会成为问题呢？因为澳洲倡议说要去调查一下这个武汉肺炎爆发的来源什么等等，结果你对他经济制裁了，所以美国把它列进去了。美国是这样列了，但是美国没有详细解释。但如果说你仔细想下去的话呢，它每一点代表的都是西方的先进国家，包括台湾在内，这些世界上的民主先进国家，他们对这些普世价值的共同看法。我们先看新疆，新疆呢不只是说维吾尔人被迫害。全世界看见就是一个优势的汉民族或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共产党去迫害一个少数民族的第一个，第二呢，迫害他们的宗教信仰，第三，迫害他们的独特文化，第四，建集中营，然后奴工营什么等等。所以在外人看起来呢，大家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大家不要忘记，中共是签署过人权宣言的，对不对？我们讲过中共签署人权宣言。按照人权宣言的标准，中共在新疆作为就叫做种族灭绝，这个没有第二个指标了。中共自己是签了这个东西的，这叫种族灭绝。所以过去川普政府在最后的这几个月，他们明确讲说，中共的新疆作为叫种族灭绝。现在我们注意到，就是拜登上台之后，我们还担心说他会不会讲这句话，现在讲了，而且讲得非常明确，他说这叫种族灭绝。大家不要忘记，现在谴责中共在新疆种族灭绝，不是只有美国，欧盟也出来了，瑞士、什么加拿大、澳洲这国家都出来了。所以新疆的问题、西藏问题也是类似的，虽然没有那么强，但也差不多。所以基本上呢，都是一个少数民族被迫害的这个故事啊，新疆、西藏。第三，香港。香港我们过去讲过多次，中共承诺是1国2制50年不变，那你中间答应过双普选。现在呢，双普选被你否定掉了，1国2制呢被你食言吃掉了，老百姓按照原来1国2制允许的和平示威被你残酷镇压了。所以一方面你残酷的这个镇压了香港人，已经破坏了人道主义的底线；二方面呢，最重要就是国际上看见什么？你撕毁了原来的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你撕毁了原来非常庄严的国际承诺。而且在香港的所作所为，你又一次否定了普世价值。那时候新疆事情还没闹那么大，在前年香港事件爆发之后，我当时我也讲，我说香港问题呢，明白让大家看见中共否定普世价值，否定人道主义，而这个问题呢，国际上看得非常严重。那中共当时不以为意，中国觉得说，反正这个香港我迟早收回来的，那现在我实力够了，你们不能讲话说我收回来了，撕毁国际承诺，告诉大家说这个家伙不可相信。
那大家为什么不严厉谴责他呢？因为我们大家在香港还有很大的经济跟金融的利益，我有点投鼠忌器，我不敢讲。问题是，如果说你把香港一路逼下去，然后加上新疆、西藏这些地方，让我感觉到说你不断在破底线的时候，那到最后你的钱买不买得动我，就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了。中共如果说我还是买得动你，现在这地方已经开始撞车了。好，这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是台湾。我常讲说，香港帮台湾挡子弹，但反过来说，台湾也在帮香港挡子弹。台湾的民主政治跟台湾独立于中共统治之外，是多年以来中共不敢对香港真正下手的这个原因。但中共一旦撕破了脸，然后对这个香港下手的时候，台湾相对就比较危险。中共如果不对台湾做任何动作，大家还不会这么强烈感觉到。中共在撕毁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承诺的同时，对台湾增加了这个压力。不管是军机、军船来绕啦，还是这个停止这个旅客来台湾啦，还是说对近期什么凤梨什么的这种经济禁运啊，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啦，大家感觉到是说，哎，你在威逼台湾。所以香港你现在拿回来了，南海你干了什么事儿？台湾这样做，所以你看你要吃台湾了。所以大家开始想说，哦，你破坏了一个已经很完整的民主政治。然后台湾代表是中华文化，然后台湾代表是国际半导体的重要生产基地，台湾代表的是一个抗击武汉肺炎很成功的这么一个案例，然后台湾又是第一岛链的重要国家，所以我们要不要保卫台湾？就变成说一个很关键问题。从利益角度来看，要保卫台湾；从价值角度来看，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的伙伴受到中共威胁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站出来？好，这第三个。第四个是澳洲，澳洲我们刚说过了。所以我刚讲了新疆、西藏、香港、台湾、澳洲，每一点代表的意涵都不完全相同，但都有共通的部分。而中共对这个东西呢，国际上不断指责他的时候，他不断的反唇相讥，他告诉你说中国人不吃这套，他明白告诉你说我不吃民主、人权、法治什么等等。所以我记得在香港反送中事件爆发的时候，当时我已经说，我说中共在反送中事件上很明显的表现出反对普世价值。现在加上新疆、西藏、台湾等等，大家觉得说你跟国际价值背道而驰，所以这个应该已经是一个定论了。是，其实我每次在谈这个，我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跟包含中国大陆的朋友在解释说，对啊，这是内政啊，我们起来了，你每次都要干扰我们中国人，好不容易要站起来，那这叫做内政。台湾是内政，西藏是内政，新疆是内政。就我可能在这个自由台湾长大，我会觉得说不一样哎。你去谈台湾的法规，以前哦，你打你家的小孩叫你家的事。抱歉，现在打你家的小孩是大家的事，不是叫做对，就不是叫做你说哎，我生了你管什么管？不同了。台湾，我必须说，台湾也许有很多不完美，但台湾在许多我们刚提到，就跟猫狗也一样。你以为买猫狗是一个物品吗？你以为你就可以虐待它？你去看所有民主国家、欧美的国家，那个就是一个叫生命。那不叫做我的内政。哪一个国家他今天在破坏环境，在对他的小孩人权进行侵害，那是全世界会做挞伐。怎么会这时候你在对人权的侵害，这时候可以轻轻说都叫我们家的事？对，他不就是在打小孩、虐待小孩，然后苦毒他，用链子绑，然后别人在关心他说这叫我们家的事，你们到底还停留在多落后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无法想象啊，这我觉得值得大家好好思考啦。另外，老师谈到第三点，谈到中美战略信任的破坏，怎么说呢？美国跟中共呢合作了40多年，那最早是在冷战50年来才讲起来，在冷战时候呢，为了对抗苏联呢，所以拉拢了中共啊，这第一个。第二呢，为了使得中共成为一个有效的对抗苏联的筹码，美国必须帮助中共呢这个军事力量强大起来，帮助中国军事力量强大起来，要有经济力量支撑，所以美国帮助中共呢发展经济，然后发展科技，然后提供武器。那么美国做这件事情呢，同时还有一个伴随的构想，就是希望在拉拢中共的同时，能够推动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同时推动民主化。这是我们过去讲过很多次的古典民主化理论。
所以这些东西构成了美国对中共的或对广义的中国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基础。所以民主化、和平演变是伴随在对抗苏联同时而来的。那么这个呢叫做战略信任。等到苏联瓦解了，理论上美国应该把中共这个视为头号敌人了，但是没有。美国在10年之后呢，把中共拉进了世贸组织。所以本着刚才那个想法，就是当你经济越来越发展之后呢，你就会民主化。就发现不是，中共进了世贸组织10几年之后呢，它经济是发展起来了，国力是强大，但是没有民主化，所以美国要考虑说啊，这个是不是不对了？那么在不对的时候要改。那么川普开始改了一点点，但不是改得很彻底。为什么呢？因为被他内部力量绊住了，有太多的美国公司从中共的这个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所以这些公司呢，一方面回来对美国政府交税，美国因此而得利；二方面这些公司呢贪恋赚钱，所以变成了一个帮助中共去对美国政府进行的游说集团，这样使得说美国就变成说动辄得咎。好，那第三个就是大家还多少希望，而且习近平让大家相信说我是改革派，我会慢慢把中国带到一个你们希望去的方向，所以你们不要太着急，你们不要逼我，等到我大权在握了，我这时间成熟，我就慢慢把中国带到那边去，所以你们给我机会。结果在南海上面，然后在这个刚刚讲的新疆、西藏、香港问题上面，一件一件事情破坏了大家对他的信任。所以大家现在开始说，有点不对劲了。阿拉斯加这样一吵之后呢，很清楚，中共反对美国，是中共过去很长时间没有这样讲了。第二，反对美国代表的普世价值观。第三，更严重的就是反对美国所说的国际秩序。第四，反对美国安排的国际经济秩序。第五，反对美国所讲的或者说所推动的亚太秩序。这些东西加起来叫什么？以夷谋霸嘛，你在追求霸权嘛，你直接挑战我美国。所以这次阿拉斯加会谈完了之后呢，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叫做当头棒喝。我看看你拜登政府还想不想说中共只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敌人？那这些呢，就是我说的战略信任的破坏。是这个部分，我想也值得美国在调整这个做法，因为拜登上来，大家很担心哦。从原来川普把中共当作主要敌人，到最后拜登上来又说没有，俄罗斯才是。但看到人家中共跟俄罗斯、北韩、包含伊朗，整个在做这个结盟的时候，美国你还不清醒的话，我认为那真的是会大难临头，当然台湾也会受害。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觉得要认真去谈的部分哦。终结上述的这些内容，我听起来这整个真的像义和团，像老师说，难怪老师会有认为说他们整个都是义和团的作风，就反正刀枪不入，我也不怕你欧美，你来吧，反正这个以一挡百，挡千挡万，反正中国人最厉害，中国人不吃你这一套。老师，这个为什么会他们那么敢的这种义和团这样的一个氛围哦？的确，我相信它也卷动中国境内的这民族主义的情绪的高涨。那老师怎么看呢？我们过去看见了，我们不是讲战狼外交吗？过去战狼外交是中共的外交体系里面很低阶官员在讲了，就出来那些发言人在讲不管是那个赵立坚啦、华春莹啦，或者说这个谁啊、汪文斌啊等等，是这些人在讲。然后最后成绩拉高，现在是到了外事办的主任杨洁篪出来这样讲，那就很不一样了。那么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说，我刚刚讲到当头棒喝。过去的战狼是很低阶，现在战狼是很高阶，几乎到最高阶了。这第一个。第二，我们刚刚讲说完全否定普世价值。第三呢，就是现在各位看到，中共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人家身上去。不要说这些事情是你们问题，连武汉肺炎都是你们的问题，都不是我的问题。所以美国发现说，中共完全不反省，没有真正的对话，就是我讲什么他就反驳。那最可怕就是用了非常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语言，义和团就是这样子，极端的仇外，极端的排外，极端的愚昧。但语言呢是空洞的，是夸大的，是煽动的，是不理性的，非常简单的二分。这个呢跟中共长年以来内部的狼奶教育很有关系。所以共产党本性，我跟我讲过，第一呢，他从头到尾觉得说自己是少数派被包围的；第二呢，他们是反传统的；第三呢是反资本主义的。
所以义和团呢之所以爆发，当然觉得说八国联军，哎呀真糟糕啊，中国人被欺负。大家知道八国联军怎么来的吗？慈禧啊，当时向全世界宣战，然后第一步就是攻打各国的外交领事馆，在中国的外交领事馆，你说文明世界怎么能够接受这东西呢？所以今天呢，中国在做的事情，你觉得不是八国联军，不是召唤八国联军吗？它不是义和团吗？这个当然也是值得大家来做一个了解啊。当然，我们看到老师在最后一点提到说，中共只认实力哦，对啊，他们过往说枪杆子出政权哦，老师怎么看待所谓中共只认识实力这样来解释呢？杨洁篪这次有一段话，他说美国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从中国谈话，甚至在20、30年前，你们就没有资格说这话，因为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实力强大了，你不能这样跟我讲话。我是一个强国，我是一个大国。为什么我是强国，我是大国？第一，我的经济慢慢起来了；第二，我们刚说了，你已经衰弱下去了。要说实力，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有实力了。你没有资格讲的话，那么为什么20、30年前你就没有资格讲的话呢？因为我也是一个大国呀。那现在更不要说我很强大了，所以我是想说，他等于是告诉美国说，你用实力来压我，我才会相信你。他等于是讲这个话，那等于是叫人家去压他。那大概这次美国应该看懂了。他恐怕得用实力去压中共了。是，当然谈到这个美中这次会谈呢，引起许多我们讲的国际时事的评论者的讨论呢，包括我们节目也在讨论。当然，我们以台湾为出发的一个概念来讲，大家都会好奇说，那台湾呢？台湾在这个事件会不会更重要，或者被边缘化？有人说台湾相形在这边变成是角力的重点。老师怎么看？那台湾在这些事件，你觉得该给台湾什么建议？我先说整件事情走向哈。有人说这是演戏，对，一部分是演戏，因为双方都有国内政治需求，要演给国内看。但演完之后必须要有一个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步看看中共到底让不让步，然后在哪边让到什么程度？看起来美国是不太容易让的了。这第一个观察点。第二，对台湾来说呢，要很详细的观察这两边后续的动作。我们过去不是讲过台湾必须选边的问题吗？我再强调一次。美中只要这样对抗下去，台湾是必须选边，而选的这个标准呢，一定是价值观，不是虚假的民族主义。第二点呢，选边并不完全解决台湾的问题，台湾最关键就是要自强。其实核心问题就是你刚刚讲的，我们对于国家的安全的挑战呢，要有个共识我们对我们的安全观呢，要逐步建立，我们得想清楚这个问题。所以这点呢，我想还是在提醒我们台湾人自己吧。讲到这个，那就要很生气了。台湾很不幸我们之前又有这个战机落海在训练过程当中，当然都很不舍任何人命大家都是如此但又开始有内部台湾的政治人物说，都是你们挑衅中共，然后不听中共话，不干嘛干嘛，导致我们这个国军官兵损害。其实听到这都有点难过当然我们从几次的选举，应该说台湾对于中共，应该说在立场角色上已经非常清楚。不过就像老师说了，中共的习性里面会用各种的方法去挑动、去骚扰。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做节目，为什么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节目有很高的使命我觉得一定要让这样的一些资讯让大家至少去做清楚。也许你现在不认同我们的观点，但至少好好想一想。我想我们都很开放持平的部分，让大家来做讨论那今天很谢谢明居正老师带来美中的会谈之后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发展，值得我们好好来关注。我想我们会持续来做一些报道。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